我是要跟你说，我相信你。谢谢啊，我真没想到，除了小飞，还有人愿意相信我。哎，是你说过我们是家人，家人之间不就应该互相支持、互相信任吗？要是有人敢说你坏话的话，我绝对不饶他们。其实，你也不用这么说了。嘴长在他们脸上，想说什么说什么是他们的自由，我管不了也不想管。但我于强肯定不会白白受这个委屈，我一定会证明我的清白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帮你。谢谢。张妈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叶琳，是我。于飞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段时间你一直不肯接我电话，我很担心你。我刚刚求了张妈半天，她才让我进来的。叶琳，你最近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还是不舒服吗？你肯定是很少出去晒太阳吧？要不然我陪你出去走走。我不要，我只想在房间待着，哪都不想去。去吧，就一会儿啊！你到底有什么事情，非跑来找我不可？其实是为了特助的事情。何凡，什么事情啊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舅舅被人栽赃，说他偷了客人的东西，可是又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清白，所以董事长想要开除他。但是特助为了这件事情，居然跟董事长杠上了，他们两个吵得很凶，我和我舅舅都不好意思，也为了不让特助为难，所以我舅舅愿意自己辞职。但是特助，他为了这件事情就是压着，明摆着跟董事长过不去。他平时是一个很冷静的人，不知道这次是怎么了，变得这么冲动。我知道，特助对我们那么好，是因为你的关系，所以我来想请你劝劝特助，让他不要再这么意气用事了。我知道，我会转告他的。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没有了。叶琳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这段时间为什么那么奇怪？你不肯见我，也不接我的电话。我没有。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惹到你不高兴了呢？我说了我没有，我只是心情不好，要我一个见一见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等到你心情好的时候，我再来看你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多保重。现在甚至连他舅舅，你都爱屋及乌。你明明就是还深爱着那双眼睛，哪只是感激？你今天是怎么了啊？高兴成这样，是做了什么大买卖，还是看上什么漂亮女人啦？哎呀，想哪里去了？
我不过是在开心呢，跟贺凡他们合作的事儿终于完成了。现在呢，只要等着装修完毕，到时候请爸过去剪彩就行了。哎，说到贺凡，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哦，我们家小林啊，终于肯听我的话，跟于飞那丫头保持距离了。真的？啊？哎呀，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！啊，哼。不对，这个事儿我越想越奇怪。你看这个人，东西刚一丢，马上就是我偷的。那报警好了，他又不肯，所以我在想，他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把我赶出卖场呢？说得对，我也觉得这个人怪怪的，这背后肯定有很大的阴谋。阴谋？不会吧？我平时做人这么厚道，谁会害我呀？唉，像我们这样子猜，是永远猜不出答案的。干脆把他找出来，直接问他。找出来？去哪儿找？这是开玩笑。哎，茫茫人海，放眼望去，大海捞针，好不好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私家侦探，福尔摩斯啊？狄仁杰，包青天？哦，赐予你力量吧。这异想天开，怎么可能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！真的假的呀？刚才我顺手把这人拍了照，放在网络上人肉搜索，你看超多人回应我的吧？这个定位的这条街我认识。你太厉害了，老胡。开玩笑，我遇到的人10个有8个躲着我，找人可是我的强项。走吧。雨阳妈妈，觉得这房子怎么样啊？啊，挺好的呀！你看看啊，这都是新的，连装修啊都有了。我看啊，回去以后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就可以搬进来住了。是啊，来这边看看来。啊，我跟你说呀，这房子呀，本来房东准备自己住的，那没想到呀，刚装完修啊，单位就把他调到湖南那边工作去了。没办法，只好把房子给卖了。你看这个工艺品，很棒的。哎呀，那天我看这个银耳，我都乐了，都是银耳做的，这个好高级呀！是的，自己住好啊，那就省了偷工减料的问题了。我看呀，谁买了这个房子，真是捡了大便宜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我来看了好几回了。我想啊，这离咱们那地儿住得近，等到你们搬过来住以后呢，我来看你们也就方便一些。啊，是啊，咱们住得近好，等以后啊能互相串串门，再以后呢，他们生了小宝宝，咱们奶奶呀、外婆呀都可以帮着带一带。是的，哎呀，这个于飞啊，真是好福气啊，有你这样的妈妈，买这样的房子给她当嫁妆。就这家店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挣钱是要靠脑袋的。小小的一个栽赃，就让我挣了这么一大笔钱。想挣钱吗？学着点吧，来。哎呦，这两位朋友喝得很开心啊啊！哎，兄弟，好像那出戏我是主演呀，是不是这钱也分我一半啊？嗯，分什么呀？分什么呀？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别吵了，你不都承认了吗？啊，故意害我们是吧？说，谁是你干的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说了没事儿，否则不是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想吵架？想打架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有证据吗你？证据？什么？小小的一次栽赃，就让我挣了这么一大笔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再不说实话，抓你见警察。报警电话多少？110是吧？哎，大哥，大姐，有话好说，我说还不行吗？说，是那个叶先生让我干的。原来是他。
是谁啊？院长，你看都几点了还不来？哎，来了，夏医生，夏医生，你终于来了。大家不好意思，我上一个会议开太久了。你们的会开到哪儿了？还没开始呢，想说等你来了一块聊。那继续吧。关于器官移植中心的成立，因为经费庞大，我想贵基金会人脉广，募款能力强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夏医生啊，院长都说了，以后请你多帮帮忙。当然，当然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胡教授，你确定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院长，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吧，我待会儿有急事，要先去处理一下。哎，夏秘书，夏医生，你的意思是，小林的眼睛真能复明？是，而且胡教授表示，他有极大的把握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安排手术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动手术。这是为什么？小林，难道你不愿意重见光明？我不要动手术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手术的话会剃头发，我不要。你们谁都不要劝我，我不要就是不要。宝贝，爸，小林说的也有道理啊。那好吧，于洋，你跟那位胡教授再约一下，结婚以后再动手术。董事长，胡教授说了，为了避免视神经萎缩，越早动手术越好。如果再拖下去的话，恐怕没有那么大把握。况且对方跟我解释过了，他们使用的是最新的电脑刀技术，这种技术可以将伤口控制在最小的范围，可能一个铜板大，所以对婚礼不会造成影响。宝贝，夏医生都说了啊，那咱们还是以手术为先，顶多婚礼延期就是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延期。要是延期的话，我宁愿下一辈子。哎，小林，小林，你去哪儿？哎，慢点，小林，我要回房，我要回房。小林，回房，小林啊，慢点，小心台阶。这孩子真是的，这明明是件高兴的事儿，他怎么会发这么大的火呢？快点，就这儿了。就这儿了。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我们等。就他。我可以走了吗？滚！滚得越远越好！滚！小林，等我。哎，于强，怎么突然把车停下来了？前面有人挡道。谁呀？这房主呀也是个年轻人，所以这房子装得很现代。我想呀，他们小两口肯定会喜欢的。哎呦，你看这房子高级的啊，还有2层楼呢，我都没见过呢。哎，喂，啊，我在看房子呢。什么？于强，你别胡闹，你听我说，千万不要胡闹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于飞妈妈，于飞妈妈。哎，出租车！哎，
这怎么回事嘛？哎，今天方便你不准上去啊！有话好好说啊！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，千万别动粗啊！呸！你跟我谈文化？对不起，家里穷，从小没念过太多书，我就是个粗人，哪像你呀，大学生有文化。什么大学啊？教出你这么个人渣来啊！教出你这么一个臭不要脸人渣来！你还大学生，这文化是吧？啊！你这样要衣冠禽兽！干什么？我替你出气呀！你知不知道这个王八蛋，他现在什么身份啊？他是叶林的爸爸，杨老爷子的女婿。他过的什么日子啊？养尊处优，出入都有司机接送。而你呢？啊，住在咱那破房子里，为了他的孩子吃了多少苦，他知道吗？他将来会有报应的。对，会有报应，会有报应。我等不了那么久了啊！我等不了那么久了，我别我不打他啊！我跟你说句话，我保证啊，我不动他。来，过来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啊！我带你去见你老丈人。我把你这事儿全抖出来，让他看清你他妈是个什么嘴脸。不行，玉祥，你别冲动，你不要这样，真的不要这样。姐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维护他？你不要说我气吗？要出什么气呀？你刚才也说了，他是叶林的爸爸，是杨董事长的女婿。难道你忘了，杨董事长救过我的命，那叶林也帮过于飞好多忙。如果让他们知道叶平道是这样的人，他们肯定会受不了的。是。你还不快走？还在那干嘛？想找死吗？走！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姐，叶平道，跑都跟他跑不了命，这个家伙迟早会跟你算的。姐。说，到底什么事非要我出来见你不可？如果叶林眼睛好了，你还会娶她吗？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应该不会太难吧？我没有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你必须回答我，因为他复明的几率很高，只可惜他不愿意动手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失去你。这个答案对你来说应该不会太意外吧？毕竟当初是你答应要娶她，因为她瞎了，你想要做弥补。夏尔阳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什么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。我想她很清楚，所以当我跟她提起手术的事情，她毫不犹豫地拒绝我。她宁可嫁给你，也要牺牲自己的双眼。如果让她知道你居然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犹豫，请问她作何感想？你别挑拨是非，我可没那个心思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告诉我这件事。谢我什么？我又不是为你，我是为了于飞。你别拿于飞当挡箭牌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你自己，为了你的前途。你要这么说也可以，但只要我治好叶灵的眼睛，我还是有机会更上一层。什么事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
请喝茶。谢谢。小张哥已经去通知特助了，他一会儿应该就到，您先坐一会儿。你到这儿来还习惯吗？还不错，谢谢爷爷关心。我发现你来了以后啊，变化很多呀。变成熟了，也变漂亮了啊。哎呀，坦白的说呀，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。我？不应该是叶玲吗？那不一样。小林虽说呀也认真努力，但他从来没有吃过苦啊。倒是你，跟我年轻时候很像，个性坚强，能把握住眼前的机会，不管任何微不足道的工作，都会尽力把它做好。哎呀，可惜了，你要是生长在好人家，有父母的栽培，或许今天更有发展呢。爷爷，生长在什么样的人家，从一出生就已经决定了。虽然我的生长环境不如叶玲，但是有一点我跟她是一样的，我也有很爱我的家人，所以为了他们，我才那么坚强，也很知足。小林也有你这个性，我就放心了。特助，那爷爷我先出去了。好。爷爷，您找我有事？我这突然跑来，有些唐突了，但是为了小林，我又不得不来呀。我知道，叶玲她不肯开刀，但请爷爷放心，无论这个手术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我都会娶叶玲的。我一定会劝她接受手术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这归根到底说起来，是我这个孙女太傻了。可我这当爷爷的，也没办法去说服她，也不忍心看见她就这么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。我明白。爷爷，请坐吧。好。那你知道那人是谁啊？他丢下你们母女不管的那个负心汉陈世美，他不但害惨了你，还害得小飞从小没有爸爸，受尽了苦头。你居然连半句怨言都没有啊！就那么轻易原谅他了？为什么？我自然有我的道理，别管了。你有道理？你有什么道理啊？你别躲着我呀！来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了不起道理，能让你放下一切啊？居然以德报怨到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？你说呀！你说不出来吧？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刚才看到叶明涛，居然连一点意外的表情都没有。姐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知道叶玲的爸爸就是叶明涛？你说。我从你表情看出来了，你肯定知道。这事儿我都明白了，难怪呀！一提到他们家啊，你就各种不自在，各种怪怪的。你还一直阻挠叶玲和小飞交朋友啊！原来你都知道了呀？对，我早就知道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让我在受了杨家的恩惠之后，再跑过去把叶平涛丑事抖了出来吗？20年都过去了，我不想再说谁对谁错，我只能说我当时看走了眼。更何况，小飞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只要他过得幸福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没必要再把过去的事儿都抖露出来，那对大家都没有好处，也会对小林跟小飞的感情起到影响的。你知道忍，你是忍者呀！那我怎么办？我现在只希望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不要再延续到下一代人的身上了。玉强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再去找叶平涛的麻烦了，好吗？我不答应。我为什么不找他麻烦？他是人渣，他就不该有好下场。玉强，玉强，玉强，玉强！
啊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就下来，马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！于飞，特助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如果有机会，请你帮我劝劝叶玲。宇阳，快上车吧。不是说马上下来的吗？怎么拖这么长时间？刚刚本来是要下来的，可是特助叫住我，跟我说关于叶玲的事情。你说他怎么那么傻呀？居然想放弃动手术。宇阳，你现在载我去叶玲家，让我好好劝劝他。你别去。为什么？别说特助刚刚拜托过我了，我跟叶玲也是最好的朋友，我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做出这种傻事呢？算了，你不载我去的话，我自己想办法就是了。于飞，你学会坏事的。为什么会坏事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说话向来比较直，万一措辞上一个不小心，会惹他更不想动手术，那不就更坏事了？但是我……反正现在已经很多人在劝了，你去了呢，也只是锦上添花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先静观其变，好吗？你说什么？于飞跟叶玲是同父异母？我刚跟你说不要再提这个事儿，我还提呀。对不起了，我实在是太意外了。意外？我都不敢相信。我本来以为找到那个陷害我的人就可以替我洗刷冤情，这下倒好。所以你不打算报仇啦？我怎么不想啊？我做梦都想。可是我姐说了，应该多替叶玲和杨老爷子考虑。事实是这样啊，他们爷孙俩对我们家三口有很大的恩情嘛。叶平涛这个王八蛋，我就当我打他一顿，出气了，气死我了。哦。哎，这个事情你发誓不要跟别人讲啊，记着没有？一定要这样吗？这张嘴，我常常管不住哦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，严肃点？你发个誓能死啊？好了好了，凶什么凶嘛！我刘小慧发誓，绝对不会把于飞和叶玲是同父异母这件事情。不要再提了，我忍不住嘛。我跟你讲啊，刘小慧，这事你要真泄露出去，你就永远嫁不了张浩凡，这辈子都找不到真爱。这么严重？早知道我就不问了啦。这边是客厅，有很多沙发。现在摸到的这个是一个白色的沙发，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可以坐在这里，放点音乐，喝杯茶，然后把窗户都打开，风吹进来很舒服的。右边，下面这里就是床，然后呢这里三面都是玻璃，所以采光非常好，很舒服的。这里可以坐下，慢点喝。对。
叶玲，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娶你，相信我好吗？我没有不信。那既然相信我，就接受手术吧。爷爷来找我谈过，他告诉我，手术的成功率很高，但是你拒绝了，原因是因为害怕我。我不想谈这个。如果你只是想找我谈这件事情的话，请你送我回去。叶玲，你听我说，你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的，因为无论手术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婚礼还是会照常进行的。我们承诺过彼此，会把这一切当成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，所以无论未来结果会如何，我还是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我说过，会对你不离不弃的。我害怕。我对自己没有自信。别怕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不会离开你的。接受手术好吗？别再让爷爷他们担心难过了。贺凡，要是我不知道你苦苦找寻的那双眼睛就是于飞，我或许会答应你。但我现在心里只有恐惧，因为你对我的承诺里面没有半点爱意。妈，你多吃点菜。舅舅，你今天怎么了？这是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。对了，有一个好消息忘记告诉你们了，叶琳的眼睛她很有可能复明。真的？啊？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呀？他复不复明关我们屁事儿。舅舅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呢？叶琳她可是帮过你的。再说了，叶琳眼睛失明的事情，我也有责任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忍呢，要不我早就……李强，啊，我吃饱了。舅舅，去哪儿啊？舅舅，妈，舅舅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别理他，自从丢了工作以后，他老这样。你刚刚说叶琳有复明的机会，那他准备什么时候做手术啊？还不知道呢。哦。啊，对了，跟屋主约好了，明天去交定金，等贷款下来以后呀，就可以正式交房了。妈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不想让你再为我的事情操心了。就算要买房，我希望等我和宇阳结婚了以后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现在的房价哪是你们年轻人负担得了的，都得靠家长帮忙。再说了，以我的能力，也只能给你们交首付，剩下的还需要靠你们自己。可是，小飞，妈现在唯一的愿望，就是希望你能过得好，过得幸福。你就了了妈的心愿吧。妈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把我养大真的很不容易，现在又让你为我的幸福操心，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你。谢谢妈。我们母女俩都别再说这种话了。吃饭吧。那我去叫舅舅进来。
到现在还没有回应。难道叶灵真的不打算动手术？夏秘书3线，胡教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教授，麻烦你再给我点时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快给你答复。他决定到美国教书，短期之内不会再回来。你必须现在做出决定。叶琳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当瞎子吗？让我动手术可以，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宇飞结婚。只有你们结婚，何凡才能死心，我才能够踏实。要不然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的。如果我真的答应了，你真的愿意动手术？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个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治好你的眼睛。现在有这个机会，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的。为了让你们的婚事定死，你还得另外答应我其他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我会照办的。你愿意动手术？那太好了。何凡，求你答应我，在我动手术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陪着我。当我睁开眼睛，重新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第一个看见的人是你，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别想太多，多休息好吗？拜拜。不能说，千万不能说。刘小慧，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，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，不然那真命天子就不见了。可是我觉得我一定会说出来的，怎么办？好痛苦！刘小慧，啊，那个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还要嫁人呢！你不要逼我！脑子有病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还要嫁人呢！宇阳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呀？为什么非要我去不可？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了。婚纱店。我们进去吧。下车，走。谢谢。下巴很高贵，有一点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感觉。叶琳。于飞，你来了。原来是来找你啊！宇阳他一路上跟我卖关子，都不肯告诉我。对了，我听说你答应动手术了，真的太好了！我相信你的眼睛一定可以复明的。谢谢。那今天你让我来，一定是试伴娘礼服的，对吧？我现在就去试。不用了，于飞。伴娘我会另外找人的。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怎么突然换别人啊？因为我们自己也要结婚了，你怎么可以当他的伴娘呢？我们不是才说好等明年再说的吗？这都要谢谢叶离。那天我跟他聊了一下，让我早点想通，
于飞，我们还是早点把婚事办一办吧。啊？但是我们婚礼迟早要办的，又何必拖呢？除非你不想嫁给宇阳。